大家好啊，今天是2025年4月9号。今天呢，咱们继续看咱们的美股啊，就是最近美股也是跌得稀里哗啦的啊，很多小伙伴就说，要不然把这个钱放到黄金里面避险啊。但是你看黄金之前都涨到了快的3200了，现在又跌下了，跌到了现在3000几，而且在3000点这个左右去徘徊，很多人也不放心啊，很多人就说我要去买点这个美债了啊。今天呢，咱们就来看一看美债啊，它是不是这么一个非常保险的资产？之前也有小伙伴就是问我啊，就是说这个美债安不安全？然后呢，会不会像2020年那样一样，搞出这样一个黑天鹅，把咱们买美债的钱再给亏进去啊？今天呢，我也看了一下美债相关的一个情况，也查了一些资料啊。我呢，把我学习到的东西呢，和大家今天一起分享一下，咱们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一看美债这个标的是不是值得我们投资，或者是我们如果真的投资了，需要注意哪些风险。话不多说，我们开整啊！你要买美债呢，你要注意几个风险点啊。第一个风险点，咱们先科普一下，叫做基差交易啊。你说这个是最核心的一个炸药包了，这样算是。就是什么叫基差交易呢？你听上去还挺高大上的，对吧？实际上说明白了就是什么？就是一帮华尔街那帮大佬啊，他们很多是搞这个对冲基金的，然后他们脑袋瓜子就比较聪明啊，就是在美债的现货和美债的期货之间，他们发现啊有这样一个小小的价差，然后怎么办？这帮聪明的大脑袋就开始疯狂加杠杆去套利了啊！你说他们加杠杆这个胆子有多大，你知道吗？就是这个杠杆率动不动就直接给你干到50倍，甚至说100倍啊！什么概念啊？就是说你拿1块钱的本金啊，他就敢借99块钱去玩啊！这个规模呢，而且还非常的大，据说这个规模已经有1万亿美元了。我的天，你想想，就是这样一个规模的资金加了这么多的杠杆，天天去玩这个美债啊，就是这种玩法，它本质上就是在赌市场风平浪静，波动率呢很低。但是就好像你走钢丝一样啊，只要说风不大，你就是稳稳当当可以赚点小钱。可问题是什么？你想想这个市场哪有说天天风平浪静的啊？最近这个美债的收益率呢一直在往上窜啊，相信很多小伙伴们想买它也是因为这个啊。现在是市场一哆嗦啊，这个波动性一下子那就起来了。这帮走钢丝的大佬呢，现在他就站不稳了。你想想啊，加了这么多的一个杠杆，市场一个反向的波动，它的保证金呢，立马呢就不够了。保证金不够了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呢，系统就会发出最后通牒，大哥赶紧打钱啊，不然就要强制平仓了。你说没钱补怎么办呢？有两个选择啊，要不然你就割肉离场，把手里的美债赶紧该卖的就卖了，要不然呢你就把黄金卖了，继续去补仓啊。关键是什么？就是这帮人规模实在是太大了啊，他很多人选择割肉离场的时候一起卖，把这个价格砸得特别低，收益率呢也会自然的飙高，市场波动性呢就会进一步放大，然后呢更多玩这种套路的人呢也扛不住了，也跟着去卖，跟着去砸盘啊，这就形成了一个抛售波动性加剧，更多人抛售，然后更多人的这个波动率进一步加大，这样一个死亡的螺旋啊，听着是不是很耳熟啊？没错啊，这和2020年3月份的那次流动性的危机啊，简直就是同一套剧本啊，只是说啊，这次的赌注呢就更大了，杠杆呢也更高了啊。最近那个30年期的掉期利差跌到姥姥家去了，都已经跌到姥姥家去了，创了这个历史的新低啊！这个呢就是一个铁证啊，说明这帮高杠杆的这些玩家正在夺路而逃啊。那么你说美债的第二个雷是什么啊？那就是美国政府自己发债借钱的时候啊，居然有点说卖不动了，小伙伴们呢已经不买了。最近一次的这种3年期的美债拍卖啊，那叫一个什么惨淡啊！认购的人数那是少得可怜，创了去年以来的最低的记录啊！连美国国内的这些大的机构，你比如说银行呀或者基金啊，都开始不捧场了。最后呢，有超过20%的这个国债硬塞给了那些承销商啊，就是帮着卖美债的这些券商啊，让他们自己掏钱买下来。你想想这个场景啊，好比村里面的首富这个老王啊，以前借钱都是大家抢着冲上门去送的啊，现在吆喝了半天啊，乡亲们假装就是听不见，最后呢只能塞给旁边的这个小卖部老板啊，让他呢自己先垫着。你说这个情况说明了什么啊？一个是短期来看啊，就是市场对于美债的需求那是实在是不行了啊，大家呢都选择了观望。那么往深里面想一想，这可能就是一种什么信任危机啊？特别是那些
外国的这些大的债主，你像中国，你像日本，你像英国，就是这些大的老板，他也在心里犯嘀咕了。你说美国的这个债台现在是越筑越高啊，以后你说还能不能还得起啊？你说我是不是该少买点，甚至说我应该卖掉一些啊？如果说接下来更重要的这个10年期和30年期国债拍卖也这么凉凉的话，那么美债作为全球最安全的资产这块金字招牌，那就砸了呀！这个招牌呢就没人认了，流动性的风险呢，那就不是闹着玩的了。说完了第2个风险，咱们再来看第3个风险啊，就是这个宏观层面的事儿啊。一方面，咱们也都知道，董王啊搞的这个关税的大棒啊，还有很多人就是也在喊美国要化债。化债怎么化呢？之前大家肯定听过这个海湖庄园协议啊，之前咱们也有做节目聊过这个事情，就是这些东西都让市场担心未来的通胀会压不住啊。通胀预期一高，你说投资者买你这个美债，自然就要求更高的利息来补偿这个风险。那么另一方面就是国际局势，你也知道啊，现在是从贸易战已经打到了金融战啊，就差没有开这个热战了。大家心里面现在都在犯嘀咕啊，万一出点什么大事儿啊，你说美联储它还有没有足够的能力和意愿像以前那样无限火力的去救市？毕竟你说现在的通胀它都没有搞定啊，美联储自己呢还在缩表，你像这个时候你要求美联储有救市的能力，是不是有点难为人啊？你让市场现在变得怎么说呢？现在的市场就是变得特别的敏感，特别的脆弱啊，稍微有点风吹草动啊，就会很容易引发这种抛售性，就会引发这种恐慌性的抛售。我知道啊，就是很多小伙伴也在说这次呢就和2020年3月那次比啊，非常的类似。这个确实是啊，有一些类似的地方啊。首先就是说它的罪魁祸首是类似的，都是这种高杠杆的基差交易，它玩脱了引发的这个连锁反应。另外呢，就是它的风险外溢，美债那是全球金融的定海神针，它一出事啊，流动性危机可能就会蔓延到股市、信贷市场，甚至说波及到全球。但是这次啊，可能情况更刺激，更加不一样啊。咱们看一看这次不一样的点有哪些啊？首先说这个炸药包那就更大了。前面我们说了，就是玩基差交易的规模啊，比2020年的时候那可是翻了1倍还不止啊。杠杆呢也加得更高了。这次如果真的炸了，威力绝对是青春版升级成战斧巡航导弹版啊！在2020年的时候，美联储可以火力全开搞这个 QE， 疯狂印钱去买美债，硬是把这个市场给救回来了。但是现在那可是完全不同了啊！通胀现在这个拦路虎它还处在那儿呢，对不对？美联储的弹药库啊，现在也是塞得满满当当的啊！他再想像以前那样大水漫灌，那就得掂量掂量会不会把通胀彻底点燃了啊！所以说现在的美联储啊，有点束手束脚，政策空间呢就小了很多的。就有小伙伴可能就要问了，你说这个风险要是控制不住，会不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啊，一环扣一环，就这样无限制的传导下去？在这里呢，我们给大家推演一下这个3层的冲击波。首先第1层的冲击波啊，就是价格资产会重估。首先美债如果被抛售了，那么价格呢会暴跌，收益率呢就会暴升。全球所有的资产啊，包括股票，包括房地产，包括这个黄金、比特币这些啊，都是要进行重新定价的啊。因为美债收益率呢就是他们的这个定价锚啊，那些估值在高位的风险资产，比如说美股的科技股啊，肯定第一个就是瑟瑟发抖啊，他们会被杀估值啊。说完了第1层的冲击波，那么看一看第2层的冲击波，就是流动性枯竭啊。你扛不住压力的这些对冲基金呢，会怎么办？会疯狂的去杠杆啊。什么是去杠杆啊？就是不光他把美债卖了啊，甚至可能连什么股票呀、大宗商品啊这些七七八八的，你该卖也得卖啊。主要是干什么？换现金保命啊。就会引发这种跨市场的踩踏式的抛售一切啊，市场流动性呢瞬间蒸发，大家想卖都卖不掉了，想买呢买不着啊，严重的可能导致融资市场啊，比如说回购市场就会冻结了啊，企业借不到钱周转，那乐子可就大了啊！你想想，2008年雷曼兄弟倒闭前是什么样的场景，那就会出现什么样的场景啊？那说完了第2层，咱来看第3层冲击波，那是全球风险的蔓延。如果说美元流动性也跟着紧张起来啊，
那么对那些家底儿比较薄、外债又很高的新兴市场国家来说，那就是灭顶之灾了啊！资本会像潮水一样涌出啊，本国的货币呢就会大幅的贬值，进口商品的价格呢就会飞涨，最惨的可能是会直接引爆主权的债务危机，那可就是区域性甚至说全球性的金融动荡了。如果说真的出现了这种局面，我想现在小伙伴们最关心的是什么？就是美联储这个救火队长他会怎么办？以及说咱们作为普通的投资者要怎么样避免这个风险。首先说这个美联储啊，它现在是进退两难，它就像站在一个跷跷板上面啊。选项一呢，就像2020年那样啊，继续下场买，好处是什么？能够快速稳住市场，提供流动性。那坏处也是显而易见的啊，就是再次点燃这个通胀的预期，让去年加息的这个成果呢付之东流啊。你更不要说今年他还想着要降息的啊。那如果说他选择咬紧牙关硬挺着，那么好处就是能够维持住抗通胀这个决心，但是坏处也有显而易见啊，就是眼睁睁的你要看着市场因为流动性枯竭，那就要崩盘了啊。这个政治责任你说是谁来负？谁能付得起？所以说啊，我觉得美联储大概率呢还是会选择一个折中的策略，可能不会搞这种大规模的 QE 啊，但是呢也会动用一些精准滴灌的这些工具，比如说扩大逆回购啊，给银行体系或者是交易商这些提供短期的流动性的支持，会推动建立一些自动化的机制，让基差交易这种高风险的策略在崩盘的时候能够有序的退出，别一下子就把市场给砸穿了啊。但是问题是什么？就是这些工具往往都是有滞后性的啊，很有可能就是没有办法完全阻止短期的这种剧烈的波动，就是市场呢该疼你还是要肉疼一下子的。咱们这些普通的投资的小白呢，在这样一个动荡的市场里，咱们属于什么小胳膊小腿的，最终呢要做的还是要保命要紧。咱们也给几条建议啊，首先就是一定要盯紧这个信号灯啊，咱们一定要密切关注一下就是美债的拍卖的结果啊，特别是10年期和30年期的啊，看看市场的胃口到底是如何的。同时呢，咱们也要多看一看这个美债市场恐慌程度的木卫指数啊，还有前面提到这个掉期利差的变化，这些都是一个很重要的风向标。另外一个就是老生常谈了啊，就是别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啊，风险高的时候呢，就得要分散投资。适当的还要增加黄金的储备，毕竟说乱世买黄金啊，这个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智慧啊，千万不要忘记了啊。或者是你兑换成现金或者是短期的这种国债，一定要短期波动小的啊，主要还是图它的这个流动性，来降低整体投资组合的风险。就是对于那些可能跟高杠杆、基差交易相关策略的这些资产，或者说这种估值过高的风险的资产啊，暂时劝大家还是要敬而远之的啊，千万不要贪图这个利益，该放弃的还是要放弃的啊。同时呢，也要警惕避险资产它不再避险了。以前大家都觉得美债那就是顶级的避风港，但是现在它自己就处在这个风暴的中心啊。所以说啊，这个时候千万不能再迷信这个美债避险了。你真要找这个避风港，可能还得看看传统的这个黄金，或者说你看一看其他国家的，或者日元呀，或者法郎或者欧元这些，或者最好其实还是现金吧。但是也要注意啊，就是没有哪个资金那是永远的避风港啊，你要动态的去评估。美债它这次的风波啊，也让咱们看到了一个更深层次的东西，就是说美国这个财政赤字啊，就像滚雪球一样，属于越滚越大啊。国债发行量呢也变得像下饺子一样啊，就是供给了这么多，需求呢能不能跟上，本身就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啊。你再加上现在地缘政治博弈的加剧，各国呢都在考虑外汇储备多元化的这样一个视角，减少了对美元和美债的这个依赖啊。所以说从长期来看啊，就是美债作为全球资产之锚的这样一个地位，可能就在缓慢的发生动摇，它头上的这个无风险资产的光环呢也会逐渐褪色。那么全球资产呢可能就会加速流向其他更有潜力的市场或者说资产的类别啊，这对咱们未来的投资组合的配置啊也是一个提醒。好啦，今天和大家唠了这么多啊，总而言之还是一句话啊，就是当前的这个美债市场呢，那是属于惊涛骇浪的啊，本质上那就是金融衍生品的高杠杆作死的玩法，遇上了这种宏观政策的不确定性和全球格局的深刻变化啊，共同引爆的这样一场风险的预演。
短期内呢，就是美联储可能会动用一些手段去和稀泥，暂时稳住这个不稳定的局面，避免发生系统性的崩盘。但是你说从长期来看啊，就是全球金融体系过度依赖单一主权信用，我说的单一信用你懂的，它的这个脆弱性现在已经是暴露无遗了。这对我们所有的搞投资的小伙伴都是一个警示啊。还是那句话啊，咱们既要系好安全带，同时呢，也要对市场保持这个敬畏之心，防范市场可能出现的这种自由落体。同时呢，咱们该擦亮眼睛的擦亮眼睛，要保持冷静啊，千万不要被情绪左右，说不定啊，在这个恐慌抛售当中，能有一些被错杀的这些资产筹码啊，咱们该减呢也要减一减啊。还是最后用一句话说啊，就是风险是涨出来的，机会呢那是跌出来的。历史呢，它不会简单的重复，但是啊，它会压着相似的韵脚，在市场的这个惊涛骇浪当中，只有说我们做好准备，保持清醒啊，最终才能驶向安全的彼岸啊。好了，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谢谢大家。